我悄悄回国，想给我的女朋友柳如烟一个惊喜，却看到生日宴，她搂着另一个男生，周围人起哄着让他们亲嘴。就在他们亲上的时候，我打开摄像头和闪光灯，继续亲啊！录像呢，这不得亲个够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柳如烟生日前，她给我发消息，知道我们林先生最近忙，生日礼物到时候记得补给我。我收到后，把我要回国给他庆生的消息压了下去，打算给他一个惊喜。我提前和群里发的酒吧联系好，证明自己只是想给女朋友一个惊喜后，成功伪装成包厢服务员，打算在她闭眼吹蜡烛的时候出现给她一个惊喜。我戴着口罩和帽子，缩在包厢边上，偷偷抬头。上次匆匆一别后，我已经3个月都没见过柳如烟了。每次晚上有空的时候，我想打视频，柳如烟都用诸如太晚了，没穿衣服，或者工作太累了，很困，想闭着眼睛休息等理由推脱。我已经好久没有见过她了，今天看见她，虽然她和之前长得一样，但是我总觉得她好像变了。毕竟我们已经3个月没见面了，有点变化很正常。我心里安慰着自己，默默想要驱逐心头的一抹不安。推门进来一个很漂亮的男生，是的，男生，但第一眼看上去能想到的形容词就是漂亮。乖巧的黑发，干净的白 T 恤，眼睛很大，睫毛很长，和网络上那种清爽男大小奶狗是一模一样。也不知道是哪个人的男朋友，小姑娘怪有福气的，我心里嘀咕着，过去将门关上，转身抬头就看见柳如烟一手端着酒，右手熟练地拉过那个男生的手，拉着他坐在身边，继而右手搂了过去。我心口一噎，有点膈应，空调温度应该有点低。那个男生手搂着胳膊，搓了一下，柳如烟看到了，脱下自己的风衣披在男生身上，继续搂着他。身边人起哄道：“柳大小姐真会疼人，这点我们这些姐妹就比不上。”柳如烟身边的男生不好意思地笑着低下头。柳如烟晃了晃红酒，冷笑一声：“少开玩笑，没看到。”脸皮薄，害羞低下头去了，看都看不到了。哟，那这样子，柳大小姐还不亲一口，让人把脸露出来，此起彼伏的起哄声。不知道今天哪个傻缺把灯光调到这么昏暗。在一片起哄声中，我看到了喧闹中的宁静，是他看向他的眼神。点着蜡烛，点着蜡烛，刚好许愿的时候亲。那个谁，那个服务员，对，说的是你，快把蜡烛点上。这个催促出点子的声音淹没在一圈起哄声中，但是我听到了。你别说，是个好点子，点着烛火，许下愿望的时候亲吻，有点浪漫。我点好蜡烛，蛋糕正好好间隔在我和柳如烟之间，烛火闪耀，在我的眼前跳动。我看到柳如烟像动物捕食一般，对那个男生越凑越近。那个男生向后缩，却被柳如烟的手紧紧框住。他挣扎了1-2下就不动，停在那里，闭上眼睛，仿佛在等着什么。我看到柳如烟吻上去了，不是蜻蜓点水，也不是浅尝辄止，是我不曾见过的浓烈。周围的掌声雷动，叫好声格外响亮，好像是一场盛宴，好像柳如烟的生日宴就应该是这样。柳如烟笑骂道：“都给我消停点啊！好不容易才把人弄得抬头，等会儿又给我弄害羞了。都说了，脸皮薄。”众人一边说着柳大小姐真会疼人，一边起哄的声音渐渐小了下去。坐在包厢角落一直一言不发的叶知秋突然沈笑一声，全场的焦点落在他身上。
他目光从柳如烟搂着的那个女生身上划过，转而落在柳如烟身上，不紧不慢地问：“听说柳大小姐有个在 M 国的男朋友，3个月前出差的时候就是为了见他，不知道柳大小姐这么做，你男朋友知道吗？”说完，他又好像想起来什么，慢吞吞补了一句：“我也只是听说。”他似乎很会把握尺寸，语气像是真的，只是随口一问，没太过较真的意思，却让场子一下子冷了下来。我错愕地盯着他，没想到柳如烟口中玩得很花的朋友，居然有这么强的道德意识。周围人见气氛不对，打着圆场。柳如烟冷冷地盯着叶知秋，一场风雨欲来。突然，柳如烟笑了，紧绷的气氛一下子散去。她给那个女生端了一杯水，漫不经心说道：“什么男朋友？不过是家里长辈叫我照顾的弟弟。我的男朋友当然只是我们小月，这可不好追。听说叶小姐之前也喜欢他，当然我也只是听说。”柳如烟说着，向后一躺，靠到那个叫小月的男生身上。小月戳了戳柳如烟的脸蛋，被柳如烟一手抓住，这才停了嬉笑，说道：“又瞎吃醋，我和叶知秋可是清清白白，别人叶知秋可爱惜自己了。周边从来就没有出现过男生，不像你哟。不过开了开玩笑，怎么又吃上醋了？我现在可是安安分分的，不信你可以问问他们。再说了，我这么坏，你不也还是喜欢我吗？”柳如烟说着，点了点小月的头，举止说不出来的亲昵。“是呢，谁知道呢？这不就被你的花言巧语拿下了呢？”小月说着，亲昵地将下巴搭在柳如烟肩上。远处的叶知秋突然端起酒杯，喝了一大口酒。是场好戏，如果我和这场戏没有一点关系，就更好看了。周围响起一阵暧昧的笑声，还得是柳大小姐，这还不再哄哄，再亲一个。起哄的声音越来越大，柳如烟像是为了宣示主权，凑在小月面前狠狠亲着。多亏了她这个宣示主权的意味不要太重，给了我充足的时间。我掏出手机，打开摄像头，选择录像。灯光太昏暗了，居然自动补光，打开了闪光灯。柳如烟伸手护住男生的眼睛，停止了亲吻，脾气暴躁地问道：“哪个不长眼的开闪光灯？有病啊！”以他马首是瞻的朋友，离我最近的那几个一边向我走过来，一边说着不干净的话，其中有一个走得特别快，做事就要从我手上夺过手机。我顺手一拍，巨大的一声响，空气静的仿佛所有人都放轻了呼吸。他们终于意识到了有什么不对，继续亲啊，录着像呢，不亲够多冒昧呀！我晃了晃手机，笑着说出这2句话。哦，对了，刘姐姐，我刚从安国回来，还没见过姐夫呢，不给我介绍一下？我偏过头去，心安理得接受了所谓弟弟的介绍，笑眼盈盈地问着柳如烟：“哟，这就是咱们弟弟吧？长得可真漂亮。柳大小姐，你平时都不说说，怎么有个这么帅的弟弟？肥水不流外人田，真不够意思。”旁边一个衣着性感的女生上下打量了我几眼，转头就对柳如烟打趣说道：“滚，不是你该开玩笑的人。”柳如烟一脸烦躁，冷着声音冲对我出言不逊的人吼道。所有人终于认识到了不对，小月也从柳如烟的身上慢慢起身。叶知秋看着我，眼睛里面有亮光闪过：“你不是还有6个月才会回来吗？怎么提前回来了？还不给我说，我好派人来接你。”柳如烟抽了一口烟，吐出烟雾，强装冷静地说道，但是加快的语速透露出了他的一丝不安。我收了手机，走到桌前，拿起空杯子，给自己倒了一杯酒，端好酒杯，看着柳如烟紧张僵起来的肌肉，突然一笑，太好笑了，眼泪都笑出来了。
哪敢打扰姐姐呀？这不赶巧，怕姐姐身边没人给你过生吗？谁知道姐姐身边多了朵解语花呀？倒是姐姐不对，虽然我还要一段时间才回来，但是多个姐夫这种事情，你得提前给我说呀，不然我礼物都没法准备。我对着柳如烟皮笑肉不笑，把手里的酒一口闷了，转而回头对着小月说道：“这就是姐夫了吧？长得可真好看，也是便宜我姐了。改天请姐姐陪我逛逛商场，给姐夫买礼物，也算是姐夫帮我收走我姐的答谢。”没有一个人接嘴，真没意思。你身子不好，喝什么酒？这儿不是你该来的地，快回去，我叫人送你。柳如烟想从我的手中夺过酒杯，我不松手。哟，姐姐，松手吧，你这样子，万一姐夫误会了什么，可就是我的罪过了。我把柳如烟的手指一根一根的从我手上扯下来，闭了，搓了搓被抓住的地方，像是要把晦气玩意儿全部赶走。我抬头，露出体面的笑容。今儿个不赶巧，没有提前给各位哥哥姐姐带礼物，今天大家玩的钱就记我账上，下次见面再好好给各位哥哥姐姐赔礼道歉。我转身离开，在包厢门关上的一瞬间，听到了柳如烟的声音：“小弟弟平时被宠过了头，别在意。”继续，觥筹交错的声音继续响起，好像我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插曲。指尖陷进掌心，心脏隐隐有些抽痛。小弟弟平时被宠过了头，别在意。继续，小弟弟。恍惚间，我想起了一些往事。我12岁时，附近搬来了柳如烟一家，据说他们一家是为了避祸来到 H 国。事情究竟是什么我不清楚，大抵就是夺权之争。柳如烟的父亲死在了一场突如其来的车祸中，柳如烟的爷爷将他和他母亲送到安国避祸。彼时柳如烟沉浸在失去父亲和到了新环境的不安之中。当时柳如烟的母亲周女士察觉世事变化无常，尽管柳如烟的爷爷给他们家打了一大笔钱，他仍然选择捡起了自己荒废已久的职业技能，去 H 国某大企业应聘工作。作为一个已婚有孩的女士，周女士必须花费更多的努力才能向公司证明自己的能力。这个时候，柳如烟总是被忽略。是我注意到了这个住在我家隔壁的孤僻的女孩，她就像刚搬来 H 国的我一样，孤独、隔绝、不近人情。是我的爷爷一直陪伴我，尽管他有着数不清的工作需要做，才慢慢打开了我的心扉。我看着他，就像看到了当时的自己。我想救救当时的自己，于是我开始找方法和他聊天。经过1年的努力，我终于能和他说上几句话。我也成功升入了和他一样的学校。那个时候，我才知道，因为孤僻，他在学校里面没有一个朋友，甚至有时会遭受一些校园霸凌。因为是联升制学校，校内的人或多或少都相互认识。这个时候，新来的人尤其容易成为被针对的对象，尤其这个人性格还格外孤僻。好在我就读学校的时候早，加上我的爷爷也算是有点厉害，倒是也有那么多位学姐学长愿意护着我。我没遭受过这种事情。一次偶然，我发现他被堵在教材室，旁边的人做事要打他，他下意识用双手护住头。我拉着陪我认识新学校的学姐学长们冲了过去。那些学姐学长也算是学校的风云人物，过去没几下就弄走了闹事的人。我把他从地上扶起来，他却只是扶开我的手，像是不好意思让我看到他这一面。后来我时常来看他，因为哥哥姐姐们的威慑，那些没事找事的人也就渐渐不再针对柳如烟，他也不用再害怕被针对，放弃了藏拙，慢慢发挥自己的天赋。
连着拿下了好几个奖项。3年过去，柳如烟的母亲在公司站稳了脚跟，有时间陪陪柳如烟。柳如烟也渐渐走出了那段阴影，不复之前的孤僻。就在我打算功成身退的时候，柳如烟察觉到了我的退缩，在家门口拦住我，说她喜欢我，然后开启了长达3年的追逐。可能是在照顾她的时候，我就不知不觉动了心，又或许是这3年来的默默守护，我一步步沦陷在她的温柔里。在我开始幻想和他的甜蜜未来时，他爷爷的一通电话召回了他和周女士。他爷爷保住了权力，在看到周女士在 H 国的能力后，打电话请周女士带着柳如烟回到 C 国，并表示给周女士10%的公司股份和将柳如烟定为公司继承人。虽然周女士不说，但我知道他其实一直想念 C 国，想念着在 C 国和柳父的种种过往，就和柳如烟一样。我一点也不意外周女士选择回国，但出人意料的是，周女士回国前约着我和我爷爷吃了一顿饭，并把柳父曾经给她的柳家传给女婿的玉佩交到了我的手上。她说，我和柳如烟的感情她看在心里，他也很感激我当时能够陪伴柳如烟度过那么一场时光。他还说，我是他钦定的女婿。种种也是在那天晚上，柳如烟亲了我。皎洁的月色下，柳如烟穿着长裙慢慢走进我的身旁，在我的身边站稳的时候，我才发现她已经出落得非常漂亮。她捧住我的脸，慢慢地凑近我，珍重的蜻蜓点水地吻了下来。他让我等他，当他在 H 国站稳脚跟，就风风光光从 C 国嫁给我。我答应了。他居然说我只是他的弟弟。我靠在车上，平复着内心的起伏。柳如烟的信息发过来，你别多想，等我回去和你解释。我删除信息，拉黑他的联系方式，待所有事情做完，靠在车上静静休息。叮咚一声，手机突然接收到一则短信：你好，我是叶知秋，我想和你谈一笔生意。我收拾好心情，添加了叶知秋的联系方式，商量好时间，就打算赴约。叶知秋和我相约在一个私密的餐馆。我曾无数次在柳如烟口中听说叶知秋是个女海王，很是不正经，但她今天穿得尤为正式。她帮我倒了一杯茶和一杯酒，询问我的忌口后，让服务员下去。我心安理得享受着这一壶茶，是我经常喝的竹叶青，被调得不错。如果我的信息是公开的，我很乐享其成，但事实上，我想公司应该有些人需要被清理了。一时间没了胃口，我放下茶，倚靠在椅子上，一言不发地看着他。我们对视了一会儿，终究是叶知秋先放松下来，恢复到了柳如烟口中的不太正经，嬉笑着说，看来柳如烟的工作也做得不好吗？什么小弟弟，到底也是厮杀过来的人，弟弟佩服。我勾了勾嘴角，声音里带上了几分笑意。小叶总说笑了，我可是一个普通打工的，听不懂小叶总的意思。我拉了拉我本来就工整的蓝色领带，又想起柳如烟最喜蓝色，猛然停止自己的动作，打算吃完饭就去换条大红色的领带。林主管就别开玩笑了，前段时间加的单不就是林主管拿下来的吗？真是人不可貌相。我漫不经心的态度一下子收住了，定眼看了下叶知秋，动作很快，但实际上也就1秒不到。我恢复了平常的样子，假装什么都不知道的样子说道，哎呦，小叶总的消息可别出什么问题，我可什么都不知道这些，我只是一个简简单单喜欢打游戏的男的，就和小叶总喜欢喝酒泡卡一样，这可不兴乱说。叶知秋散漫的表情愣了一下，
左手放在桌上，开始了不轻不重地敲击。一会儿，他突然放笑，眼睛笑得像是只狐狸，说道：“柳如烟还真是好眼不识金镶玉，海外市场部的小刘。”我眯缝着眼，海外市场部这个部门好像是郭叔管的，倒也是人老了，手底下的人都管不住了。小叶总郊区的酒吧可以管一管了，可不是谁都像我一样这么心善，去喝酒都还要帮忙检查糕点。对了，那个抹茶蛋糕还挺好吃的，一会儿小叶总给我送一个呗。叶知秋掏出一支烟，在得到我不介意的神情后，猛吸了一口，吐出一口烟圈，眼睛像是在回忆着什么。忽然，他突然把茶杯往桌上一放，讪笑着说：“林主管可是帮了我一个大忙，一个蛋糕哪里够，总得多送几个。”我的手在酒杯杯口划了一圈，突然展颜笑了。彼此。叶知秋用我看不懂的神色看了我一眼，用不轻不重的声音说道：“还以为林总管沉迷情爱，原来是我多想了。我敬你一杯。”我笑着端起酒杯，礼貌地碰了碰杯子，一口闷完了一杯酒。其实也不算是多想，昨天以前我确实是被刺了一下，总归是不太高兴。我待叶知秋吃着沾着芥末的刺身的时候，装作不经意间开口说道：“听说小叶总之前默默守候着一个男生挺久的，这样看来好像传闻有误。我们都心知肚明，彼此说的是谁，不过是一对鸳鸯罢了。”叶知秋放在嘴边的叉子终究没有送到口中，他放下叉子，端起酒杯，喝了一口酒，说道：“人总有时候做错事情，就像林总管，不也放弃了自己的游戏吗？人非圣贤，孰能无过？”我摇晃着红酒杯的手一下子停住了，盯着摇出来的挂色酒杯，突然笑了。叶总豁达，敬你一杯，到底是心里的一根刺，到底是年轻气盛。我再也演不下去平常的风平浪静，一酒下肚，我冷漠地问道：“叶总说的生意是什么生意？让林总管不开心了，是我的罪过，该罚，我给您赔个不是。这杯酒我就干了。”叶知秋说着，直接站起来喝了一杯酒。我看着他一秒未停地干了一杯酒，又换回了之前的语气：“小叶总严重了，这可不就是您说的豁达？人总有时候做错事情。我呢，也自发一杯。”上餐后甜点了，我和叶知秋又恢复了人前的模样。待到服务员出去，叶知秋看着我一叉子一叉子吃着上来的蛋糕，说道：“林总管有没有兴趣合作，拿下城西的那块地？”我放下手中的叉子，抽出纸巾擦了擦嘴角，问道：“小叶总想怎么合作？城西的地你4我6，后期收益5-5分，不过我要参加 A 家的单，我参3，后期收益我6你4。城西的地，小叶总给的条件可真让人心动。可是 A 家的单，你6我4，30%的利润。小叶总，你可不能因为我才到 H 国就欺负我。林总管也知道，城西那块地可是真的好，你4我6可是块不得了的肥肉。哎呦，这谁不知道啊？但是城西的地再怎么快也得3年，3年的收益，我在别的地方也能赚回来。但是林总管现在缺的不就是时间吗？叶知秋笑着端起酒杯喝了一口，我的脸一下子控制不住，看样子公司真的应该好好清扫一下了。我冷着脸，忽然想到今下午小胡给我查来的资料，抿嘴一笑，拿起叉子戳向蛋糕。听说叶家最近回来了一个小少爷，好像还接手5%的股份。听说7个月后的董事会换届，小叶总还差4个点子才能成为最大股东。我吃了口蛋糕，笑眼盈盈。
一言不发。一阵对视过后，好吧，我投降，我要拿到4%的股份，成为最大股东。叶知秋无奈地举起手说道：“小叶总这么说就简单了。我想想，4%的股份我可以帮你买回来，但是的单你碰不了。城西的地依旧城西的地，你4我6，后期收益5-5分。小叶总觉得这样怎么样？林总管这样可就有点太大胃口了。5%的收益我要，这是底线，不然就这样。”叶知秋坐直了身子，我看着叶知秋的样子不像是作假，不自觉坐直了身子。城西的地你确定能拿下？当然，那合作愉快，合作愉快。叶知秋说不麻烦我的司机来接我，表达合作伙伴的友好情谊，自发申请开车将我送到楼下。我挑了挑眉，拉开副驾驶的位子坐了上去，一路无话。到了我家楼下，我解开安全带，做事要拉开车门，又想起什么，坐回去，问道：“我没有感知错的话，最开始你想和我谈的合作，应该不是这个。”叶知秋放松了握住方向盘的手，最开始想的确实不是这个，想着联姻帮你出气夺回柳如烟，顺便吃下城西的地。看了看传回来的资料，还是打算两手准备。还好两手准备了，不然我怕一开口，林总管就让我滚出包间。叶知秋说着，像是把自己逗笑了。最开始想的确实不是这个，想着联姻帮你出气夺回柳如烟，顺便吃下城西的地。看了看传回来的资料，还是打算两手准备。还好两手准备了，不然我怕一开口，林总管就让我滚出包间。叶知秋说着，端起咖啡喝了一口。还好你没说，如果你说了，倒也不会让你滚出包厢，我会自己离开。我顿了顿，继续说道：“我最开始以为你说的合作是你帮我夺回柳如烟，我帮你夺回小月。答应前来，只是因为你看上去和他们格格不入，打算赌一赌那群人里面有没有一个正常人。赌输了，多一个笑谈；赌对了，小叶总可是2年就夺过你爸的控制权，现在只是受制于你的爷爷，反正不输。”叶知秋像是被咖啡呛到，咳了几声，咳着咳着笑了。那恭喜我们都决策正确。说着，叶知秋自己笑了起来，我也笑了起来，拉开车门走了出去。叶知秋目送着我下车，手里夹着烟雾缭绕的烟。对了，小叶总，忘了给你说，股份的事情是我猜的，只是正好有人在抛售股份，我多嘴问了问，希望小叶总不要介意。还有，我讨厌抽烟的人。小叶总下次见面可千万别在我面前抽烟。我趴在窗口，笑着盯着叶知秋，向后座扬扬头，示意叶知秋把我们一起开车去拿的抹茶蛋糕递给我。叶知秋轻笑一声，向后拿过蛋糕，提给我的时候，看了一眼我的领带，漫不经心说道：“林总管可真是一点亏也不吃。这条领带品味太次，明天我带林总管去换条新领带，红色的怎么样？我看林总管平时还挺喜欢红色的领带，带我拿好蛋糕。”叶知秋挥挥手，一阵尾气。红色的领带，还说我不吃一点亏，他这不也是在说他知道我之前的软肋罢了？反正都过去了，多谢他。公司里的蛀虫，看来是时候该清一清了。1个月后，我和叶知秋的关系随着合作的推进，渐渐好了起来。又是一次送我回家，叶知秋看着我的领带，若有所思地开口：“领带还没换。”我尴尬地咳了一声。我最近有多忙，作为合作伙伴的你没有数，哪里来的时间去看衣服？明天要不要去商场逛逛？反正剩下的都是例行公事。如果你底下的人这点都做不好，
你真该重新洗一洗牌了。叶知秋的手指在方向盘上面敲动着，我才发现他的手还挺好看的。不该管的事情别管，明天来接我。叶知秋带着我去买领带。导购本想调侃一下我，听到叶知秋说我是合作对象，这才收了心思，老老实实给介绍起领带来。无论是装的还是真的，叶知秋浪迹花场还是有点用。他审美挺不错的，选来选去一堆，我确实有点直男。我拿给叶知秋，询问他款式。叶知秋将领带接过去，挨条给我比，一边和我分析搭配，不由自主地靠近了些。我清楚地闻到他身上的香水味和我身上的香水味像是缠绕在了一起，有点好闻。我又抬头靠近他肩膀的地方闻了闻，打算等下问问他是什么牌子的，买一些放家里。你们在干什么？听到一声压抑着愤怒的声音，我和叶知秋同时抬头望过去。彼时叶知秋正在给我试其中一条，正在认真地打着结。哦，是柳如烟和何月，他们居然也是今天来这里。我挑了挑眉，略有深意地看着叶知秋。叶知秋慌乱地晃了晃头，就近凑在我耳边说道：我真不知道他俩今天来这里，我现在怎么可能还抱有那种心理？现在我还不得把你伺候好了，哪里还敢让你烦心？我凑在叶知秋耳边说道：我不管，反正今天事情是因为你。这样吧，我也不要多了，刚刚我买的腕表，小叶总就当赔罪给我报个销，钱到位，一切好说。也行。柳如烟走过来，一把掀开了我身边的叶知秋。叶知秋知趣地松开手，向后退了几步，抬头看着柳如烟：你们在干什么？你瞎呀？系领带看不见吗？我没好气地说道。任谁心情正好的时候遇见晦气的人都不会有什么好脸色。林恒，我知道你生气，但是你也不该自甘堕落和他混在一起。柳如烟看上去有点愤怒，但是又在死死压制，紧握的拳头暴露出了他不平静的心绪。柳大小姐，请问你在用什么身份管着我？我转过身去，盯着柳如烟的眼睛说道。柳如烟握了握拳头，又松开，轻描淡写又带着些沙哑的声音说道：你在安国照顾我那么久，我妈妈也很喜欢你，你是我的好弟弟。好弟弟。我低头，舌尖滚动着这三个字，忍不住轻笑出声来。没有人能规定我不能来找个朋友和我一起买领带吧？你说是吧，柳姐姐？我低下头，一双眼睛死死盯着柳如烟，突然笑了起来。柳姐姐，姐夫还在那边呢，你怎么还在这里？我抬头向何月那边仰了仰头，示意柳如烟看过去。柳如烟的脸色有一瞬间的僵硬。是啊，柳如烟，不给我介绍一下吗？何月走过来，揽住柳如烟的手，举止亲昵。我瞟了眼叶知秋，却看到他眼里好像没有之前的情愫，真是良情啊！我叹了口气，耸了耸肩。林恒，我的弟弟，在安国的时候是我的邻居。柳如烟装作轻描淡写地说道，但是我却听到了咬后槽牙的声音。你好，何月。柳如烟的男朋友。你好，林恒。柳如烟的弟弟。真是不巧了，姐夫买了不少东西，腾不出手给你握手。我耸了耸肩，佯装无奈。没关系，那你和叶知秋慢慢挑领带，我们就先去逛街了，下次再见。何月说着，拉着柳如烟走了。等他们走出店门，我转头若有所思看着叶知秋。何月他变化还挺大，据说是柳如烟有了孩子，柳家老大爷已经在筹备他们两个人的婚事，这就有孩子了。羡慕了，我不擅长应付小孩，暂时没这种想法。你看那条怎么样？不错呀，跟你的气质很搭。
不过适合浅色的西装。你很少穿浅色，要不要一会儿去订一件？叶知秋把我送回家的时候，我看到柳如烟站在我家楼下等我，吞云吐雾，一地的烟头。叶知秋也看到了柳如烟，问道：“需要我去帮忙吗？”我刚好解开安全带，闻言停住了身子，有些好笑地转头看向他。我从他的头发看到眼睛、鼻子、嘴唇、喉咙，我看到他咽了一口，忍不住笑了，盯着他的眼睛说道：“以什么身份？朋友？”一句话像是惊动了什么恐怖的怪兽一样。叶知秋落荒而逃，避开了我的眼睛。你应该相信我。我起身离开，砰的一声关了车门。柳如烟丢掉手上的烟，再用脚摁熄后，向我走过来。背着灯光的柳如烟，面容一半隐藏在黑暗中，眼神晦暗，目光分外森冷。叶知秋送你回来的。我看着他这副沉默的样子，笑了。有什么问题吗？你喜欢他？我笑了，向着柳如烟走了几步。我闻到了他身上的烟味，冷冷地开口：“你以什么身份问？姐姐、朋友，还是在 M 国许下的女朋友的身份？”柳如烟的喉结动了动，最后归于平静。他不是个好人，你也不是。我摆了摆手，退回原位。柳如烟沉默了，我看着他寡言的样子，又想起了在 M 国的日子，突然觉得没什么意思。我扶了扶头发，问道：“不道个歉吗？”柳如烟的嘴唇动了动，那句对不起我最终还是没听到。我收到了周女士的生日请帖，周女士给我发的。想到之前在安国的那个坚韧顽强的女士，看着没找到时间转交的玉佩，我收拾好自己，带上贺礼和玉佩赴会。和周女士的单独对话是我不曾想到的。小林，你来 H 国怎么不给我说一声啊？她热情地拉着我的手，穿着中式服装，眼睛里闪着以前我从没见过的光芒。这不想着不麻烦您吗？周女士现在可真是不同往日。我想着查出来的资料，终究还是沉不住气，一口气说了出去。周女士的笑脸一下子僵了下去，拉着我的手没了力气。我顺势松开，周女士走到桌边，坐到太师椅上面，端起茶，抿了一口，说道：“这件事情是我们家对不住你。当时刘老太爷不放权，只有联合许家的权势，才能让他在欢喜中放松警惕。况且你在 M 国实在是太远了，柳如烟很多事情你都照顾不到，你的很多事情柳如烟也照顾不到，不过是顺势而为，顺势而为。”我的嘴里咀嚼着这4个字，人心不古。这句话还真不假。我轻笑着说道：“这整件事情柳如烟都不知道，都是我一个人做的。你要怪就怪我吧。”周女士看着我，好像是想到了当时在 M 国的日子，像是在怀念什么，喃喃说道：“我确实应该怪你，我也不会原谅你。玉佩我已经收拾好了，放在贺礼里面。恕我没学会 H 国的礼仪，就先走了。”我将贺礼放在桌子上，转身离去。要走出门之前，像是突然想起来什么似的，说道：“对了，顺势而为是个好词语，希望今后没有人也这样对你这么说。”我顺手把门关上，也关注了那一声询问：“你是什么意思？”柳如烟在别墅门口等我，看到我，她走过来。她穿的是我曾经送她的就职礼物，一整套西服，正正合适，倒是有那么几分好看。我不由得在心里感叹到自己的眼光真好。经过你都知道了，她都说了，没可能了吗？你觉得呢？我反问她，看着她的眼睛，她的眼睛里面有我看不懂的深情。我怀疑自己看错了，又凑近看了看，确实是深情。说出来这个词，我自己都觉得恶心。我像是看见了什么脏东西，连忙退了几步，先走了。我快步走到车前，
听到他后面不紧不慢的走步声。我拉开车门，才听到他带着涩涩的声音说道：“我刚回国，什么都没有，你知道的，我没有办法。”我听到这话，忍了很久的笑意终于憋不住了。我将车门一关，靠在车旁，仰起头，甩开头发。这话你骗得了他，骗不了我。顺势而为，很好的词语。也不知道是谁顺了谁的事。柳如烟的眼睛突然睁大，然后又慢慢放缓，归于平静。你都猜到了。我没有回应这句话，拉开车门，留下一句：是顺势而为，还是心动，只有自己知道。柳如烟没再来骚扰我，她和何月的婚礼到底还是没进行。听闻结婚当天，何月逃婚了，何氏因此给了柳如烟不少好处。同年，何氏和柳氏以不可告人的理由闹掰，我趁机从柳如烟手中抢夺了好几份利益不菲的合同。再次听到消息的时候，就听说柳如烟成功抢了周女士和柳太爷的权，一跃成了柳氏集团说一不二的话事人。听说周女士还在集团门口怒骂他不择手段，据说被保安带回家了。后来就很少在外看到周女士了。消息是叶知秋带来的。一晃，我已经在 H 国待了3年，城西的工程顺利完结。今晚是庆功宴，我借口醉了，跑了出去，站在院子里醒醒脑子。叶知秋从身后走过来，给我披上了衣服。天气转冷了，注意保暖。我谢着接受了他的衣服。我和叶知秋的合作很顺利，他成功成了叶氏的最大股东，我也成功借2份合同坐稳了海外负责的地位。是的单，叶知秋最后退了一步，只要了4%的利润。此后，叶知秋就经常借口合作带我出去吃饭、散步。我渐渐意识到了什么，主动减少了和叶知秋的接触。他也像懂了什么似的，渐渐不再往我身前凑。今晚上是我们这1个月来见的第1次。听说你明天就回恩国了，消息挺灵通啊。来接替的是方琦，一个很厉害的女主管。叶知秋嗯了一声，沉默了许久。我什么话也没说，我在等他开口。没可能吗？像是无头无脑的一句话，我却听懂了。因为柳如烟那件事，我也插了一脚。我什么话也没说，晃了晃头，像是要甩掉酒精的影响。我们2个的事情和别人有什么关系？我像是不解，反问道：“你太聪明了，我不太喜欢和聪明人打交道，太累。你是？”柳如烟也是。我一眼扫到了花丛柱子边的一角衣服，紧接着对他说道：“那还能和你联系吗？去恩国我招待你。”我受不了这莫名的气氛，将衣服脱下来递给他，向外走去。叶知秋握住我递过去的衣服，一言不发，像雕像般伫立在那里。我走在路上，听到后面不近不远的脚步声，我突然停下来，向着身后说道：“跟着不累吗？”柳如烟快走几步，和我并肩站立。我眼神瞄到她的衣服，一步一步走着，和她并肩走着。柳如烟和我一起走了会儿，还是没忍住开口说道：“生日那天，我没想到何月回来。我和他是合约，我们都只是有刚好想要的目标，刚好相同而已。我需要合适的助力，他需要一个合格的对象而已。我知道，我见过他。”我又想到了那天，是在周女士的生日前，何月约我在一个咖啡馆见面。他见到我，上下打量了几下，开口第1句话就是说：“我还以为他喜欢的人是什么样子，看起来没我好看，和我想的也不一样。”我听到这话，笑了笑：“你也和我想的不一样。”我搅动着咖啡杯，等着他的再次开口。我和柳如烟是假的，我有喜欢的人，我只是良心发现，不想你们因为我分开。我搅动咖啡的手停了，露出了难得的笑容，仰了仰头说道：“
只是良心发现。那你的良心可真黑，难道不是过来炫耀、演戏演戏，演着演着丢了真心吗？何月看着我，像是没想到我会这么说，突然笑了起来。你倒是和我想的很不一样，那你还要他吗？我听到这话，又开始搅动着咖啡，良久，我才说道：不要他了，我们只是利益联姻，但是你们都动心了，不是吗？虽然说不上爱，但是毕竟动心了，不是吗？我停止了搅动咖啡，向后一靠。他生日那天，是你知道我的消息，主动拦下来，没让他知道。叶知秋给你发地址，不也是你有意而为，激他给你发的吗？他生日那天，主动搂你的腰，不是演戏，吻你也不是演戏。我和他相处了那么些年，有些东西能改变，但是爱人的样子怎么藏都藏不了。他当时喜欢你，所以他才会惊慌，说我只是弟弟，他不想你想太多。我顿了顿，继续开口说道：挑领带那天是你有意安排的，不是吗？何月这才正眼再次打量我，继而笑道：他说你是个很单纯的弟弟，原来他也有看走眼的时候。那就这样，我都给你说了，我也就不会不好意思了。何月做事就要走，等他走过我身边的时候，我拉住他的手，问道：不道歉吗？何月停住了脚步，坐回了位子上。权势和你之间，他选择了权势。我知道，你还让我道歉，不应该吗？周女士拿不到全部也有你的推动吗？散布谣言，让刘老太爷和周女士分心，继而让柳如烟夹在中间，你好乘机而上，不就是因为他长得像你的初恋吗？你想要一个东西就不择手段，这才逼得你的初恋从楼上跳下去，至今昏迷不醒吗？我敲着桌子，想到查到的资料，不禁为何月的初恋感到可悲。何月盯着我，突然大笑起来，直到眼角笑出眼泪，才慢慢平复心情说道：你还真是不一般，所以你不道歉吗？我错在哪里？我知道了，希望你能一直笑着下去。我任由何月走出咖啡馆。6个月后，许家的海外部爆出税务问题，我趁机拿下许氏正在签订的海外条约。同月，何月的初恋从医院消失，找不到踪迹。柳如烟和何月婚礼前，我派人透露了关于何月初恋行踪的假消息，但是却被柳如烟按了下来。直到婚礼当天，何月才碰巧收到假的关于自己初恋的消息，在婚礼当天逃婚。因为何氏和柳氏的失败联姻，许氏给了柳氏不少赔偿。我查到消息是柳如烟有意按下，故意等着婚礼当天才透露给何月，以致何月逃婚，自己获利更大的消息给何氏。何氏记恨自己被算计，到处给柳氏使绊子。我和叶知秋趁机从柳如烟手中抢夺了好几份利益不菲的合同。记忆回溯，我看着柳如烟，她开口说道：我知道消息是你告诉的，我也没和你计较。我像是听到了什么天大的笑话，睁大了眼睛说道：你不和我计较，只是因为你没办法再招惹一个对手了，别把自己说得多么冠冕堂皇。我顿了顿，继续说道：再说你和何月，再怎么是合约，你动心了不是吗？哪怕只有短短几个月，但是你动心了不是吗？那3个月，你不是正和他打得火热吗？演戏演戏，究竟是把自己演进去了不是吗？你选择放弃他，不过是因为他给你的助力到头了。你现在选择我，只是因为权力的欲望满足过后，越发怀念之前为了欲望放弃的东西。况且，我背后的势力还能帮你扩展到安国的业务，不是吗？一箭双雕，好计策。我早就说过，你骗不了我，还是各自珍重。关上车门的时候，柳如烟还站在那里一动不动。我开车，留下一地尾气。我知道，一切都结束了。
我记得柳如烟的离开燕国的时候，她穿着一条黑色的裙子，裙子上有一点红色。她离开的那天早上，朝阳把她照得闪闪发亮，我都记得。但是我该往前走了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。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